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通过芯片法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到底有些什么影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个法案就成为了法律了。我们国内有许多的媒体认为这个法案将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总体来看呢，我国半导体行业这一次的反应远远没有当年特朗普宣布对华为进行制裁那么大，这是有原因的。实际上这个法案尽管对中国有不利的方面，但也在另一个方面呢有利于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这个法案呢实际上是美国众议院提出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中的科学条款，与参议院提出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产物。主要目标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补贴和激励的措施，提升美国在科研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值得中国半导体行业关注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法案规定的美国政府将斥资520亿美元，用于补贴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支持美国的芯片研发活动，并吸引美国本土和外国半导体企业在美国本土投资建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里面呢有一些有毒的条款，比如说规定拿了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就不许在中国大陆扩建新厂或者是升级旧厂。美国通过这个法案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目前呢，全球半导体市场的格局是美国企业提供了全球约一半的产品，而中国则消耗了全球约40%几的产品。美国半导体企业虽然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很大，但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只占很小的比例。目前呢，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仅占全世界的12%。1990年的时候是40%哦，这个比例是在民用和军用最先进的芯片中所占的比例更小。最近几十年来许多美国半导体公司向无晶圆厂模式过渡，只保留了芯片产业中的价值最高的设计那一部分，将制造部分外包给海外，主要是韩国和台湾的企业。美国的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苹果、英伟达、高通等等，大约有90%的芯片生产都依赖于台湾的公司，这导致了台湾、韩国和日本目前拥有全球大约80%的芯片的生产能力。美国感到不安全呢，这个芯片法案就是希望吸引台积电和三星这些企业到美国投资建厂生产，同时打击中国先进芯片的生产能力。这个法案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我认为很难。首先呢，520亿美元对于建设最先进的半导体生产线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比如说台积电打算在美国建设的5纳米工厂耗资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投资大基金总额至少是这个数额的3倍。华尔街日报最近评估，中国预计在2024年以前将有31座晶圆厂投入量产，比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市场。美国芯片法案的有毒条款是逆市场而行，阻止全球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市场加大投入，这正好给中国本土的半导体企业让出了市场。当然了，受限于设备和材料被卡脖子，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厂商势必主攻成熟制程，而成熟制程目前占半导体市场的80%以上。大部分电子产品其实并不需要用到7纳米、5纳米这些先进制程工艺的芯片。即使是全球半导体工艺最先进的台积电，也有超过一半的营业收入是来自于成熟制程。在成熟制程市场上，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企业是大有可为，只要能挣到钱，进入发展的正循环，未来迟早会突破先进的制程工艺。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今年初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在美国投资建设半导体工厂，生产成本将比在台湾高1倍以上，并且美国缺乏像台湾这么多的任劳任怨的半导体人才。其实全球芯片生产向东亚聚集是市场驱动下的必然结果。美国的芯片法案即使增加了美国半导体工厂的数量，也会令总体生产成本提高很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再次证明美国的做法这是逆市场的潮流而动的。所以总体来看呢，美国的这个芯片法案并不像某些媒体宣称的那样能够重击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相反，实际上它是中国本土半导体企业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会。只要我们把握好前进的方向，一定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最近呢，中国政府正在大力的整顿半导体大基金和一些国有大型半导体企业，这是在亡羊补牢，纠正前几年的发展的失误，为下一步
更好的发展做好准备。中国的半导体行业未来可期。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